刘德华中国人传达民族爱国精神。中国延续5000年民族爱国精神，当整个国难来，就算你是贩夫走卒还是地痞流氓，大多数人都会有觉醒。蛮悲，在台湾的中华民国，身为当年抗日战争执行者，我们现在反而是汉奸走狗，占据政府，还媚日帮日本人洗地，让一个国家失去自己的爱国精神，那就是消失在历史的洪流里。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刘德华《中国人》这首歌，他认为作为一个艺人，要传达民族爱国精神，塑造两岸还是中国人的民族复兴。所以歌词前半段，千年的风和雨呀，唱了多少梦？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不变是笑容。那为什么特别强调笑容一点？是中国人其实本身是很乐观的民族。为什么中国5000年可以延续到现在呢？其实我们是一个有民族爱国精神的民族。或许有时候他不会天天挂在嘴巴上面，可是当整个国难来的时候，就算你是贩夫走卒还是地痞流氓，大多数人都会有觉醒、唇亡齿寒的爱国精神。其实我觉得蛮悲哀一点是，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竟然是身为当年抗日战争主要的执行者跟领导者的地位，可是我们现在有多少人还把抗日这东西放在这边？我们现在反而是汉奸走狗，去占据整个政府的机器，而且是影响到后代。你或许可以喜欢三民主义，不喜欢共产主义，可是在民族大义、国家认同上，这个东西是不能去挑战它的底线，不然碰到外敌的时候，这个民族就会消失在历史的洪流里面。这是为什么中华民族可以去走5000年？所以它中间那一段其实特别强调一样的泪，一样的痛，曾经的苦痛我们留在心中，一样的血，一样的走，未来还有梦，我们一起开拓。最后就是手牵手，我们都是中国人。这个是南京大屠杀前日军进入到南京的时候，其实城市都被炸掉了，所以战争是很残酷的。常常还有人在帮日本人洗地，尤其台湾这边的非常可恶。南京大屠杀那杀那么多人，可这是你们日本人自己的报纸啊。这个是抗战胜利之后，联合国在开法庭之前，他们也去找到埋尸骨的坑，绝对不止200人，还包含有一些美国记者拉战日记，这个东西是都有的。当然大陆他也不太想再去跟他从数字上面去做争辩嘛，因为你日本是侵略我们的国家，而且你是公开说明过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这个东西在人类文明进步、民主、自由价值、三权分立，你这东西不是最大的讽刺吗？你当初你也收过列强侵略、黑船事件，那你涂抹者就会变成恶魔。后来中国的老百姓就非常困苦，很多人就开始颠沛流离。那在中国这么存亡危机之际，国人的民族爱国精神就激起来。那时候中华民国率领全员抗日，毕竟你身为国家领导人，你一定要抗日嘛，所以整个人民就调动起来了，连小朋友都上街头说我们要守护自己的国家。而且小孩子讲的文章都是有理有据，不是只是像那些青鸟无男孩说啊我爱台湾哦，我要民主，我要跟阿给我开展，没有，他们其实是说我们身为小孩，我们该怎么做。而那时候整个华侨在海外留学的学生，包含像连在日本的留学生都回国以后参加抗日战争，妇女都开始捐武器了。而且那时候中华民国女性的地位才慢慢在提升，就他们其实已经很积极在参与爱国的行为。这个是日本的报纸说有赤匪，就是共产党的游击队，把日本人打得抱头鼠窜。所以那时候是整个全中国在抗日，没有再分什么共产党、国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是由共产党提出来，可是那时候老百姓只是在等待这个呼召，对不对？那在台湾呢，李友邦的台湾少年团，因为台湾那时候经过1931年2月自警事件来讲，整个全面被压制，特高警察在监控台湾老百姓。林正亨、李友邦还有钟浩东这些台湾人，有5万多的台湾人去大陆打抗日战争。相较愿意参加日本人去打侵华战争的，其实台湾人都很少。台湾人几乎不太上到大陆战场上，因为日本人早期是怀疑台湾人的忠诚度，所以大部分派到南洋去。另外派到大陆战场上，大部分是以军夫为主。这个是台湾总督，然后前面不是有些穿清朝服装的人？按照我的家族他们一些长辈的讲法，就是以前他们都叫我们清国奴。那时候其实在台湾还有很多的武装抗日，有些人都还保留当时的服装。所以你看，像这几个应该是抗日分子被俘虏之后，有些可能作为样板，就是要杀人诛心这样。这一张照片是讲台湾光复之后，在大陆迎接盟军来的时候，台湾同学会还有举旗子，也就是说，在10月25号光复节之前，在大陆的台湾人基本上就已经在酝酿庆祝这些事情。台湾光复的时候，他们就举国旗，欢迎这些国军进来嘛。我们现在有点悲哀一点，说竟然是一些媚日的汉奸走狗在执政哦，然后还拿着中华民国的旗子在恶心中华民国。我们看到台湾现在这些人嘴脸很讨厌，你知道这张是什么照片吗？汪精卫政府跟日军干部在一起。我跟你讲，近代中国汉奸走狗比比皆是，尤其靠向日本那些的。
我是有点悲哀一点，是说我们现在的政府，你媚日媚成这样子，还帮日本人洗地，还敢说你是真台派，所以你是觉得历史的车轮会滚滚向前。这些人心安理得啊，看到自己国人在受害啊，想说我要赚这种汉奸走狗财，然后还可以安然度过余生，那就祝他好运。这些人为什么贪得无厌？就是汪伪政府这些人心态。我既然打不赢你，我就跪着当奴隶，跪到他还可以自己找个理由说，如果真的抗战打不赢，帮中国人保留血脉。你看这些亲美派，他从头到尾想的不是自己民族了，因为赖清德他们家族赖和都还是坚定的爱国分子，拒绝皇民化。你还好意思说你爱台湾，尊重台湾的民主化，你对得起赖和吗？我终于知道说为什么我父亲那时候跟我讲，你喜欢日本美国的东西倒不是因为民主问题，因为他并不会因为反美反日就完全不碰日本跟美国的东西，因为可恶的是这些军国主义者还有帝国主义者跟老百姓是有一段差距。有些人以前常常说人类不会从历史中学到教训，可是对于中华民族这个特殊的民族来讲，爱国主义的精神就是以史为戒。我们曾经跌倒过，落后挨打，可是我们继续向前。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比亚迪航天技术还有各种高新科技，就是以前中国古代那些先进的瓷器、先进的丝绸技术，我们都是走在世界的前沿嘛。这是总统府的黄页画面，台湾光复50周年，所以你这些政客真是非常投机矛盾的一个结合体。你如果真的那么媚日，这些图片早就应该不见了。你看李登辉那时候讲的，肯定以前台湾光复以后的台湾其实是民生凋敝，也就是直接给日本人打脸。我们在日本统治下面来讲，老百姓过得很苦。虽然说后来台湾会有发生228跟白色恐怖，可是至少可以证明国民党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有做错的事情，又有做对的事情，比日本人好多了。而且最主要是他这边也特别提到，我们是两岸的中国人上千万人去牺牲，才把曾经失去的土地给拿回来，也是去打脸美国所谓的台湾未定论。不然的话，中华民国你在台湾的正当性在哪边？可是我觉得蛮悲哀一点，就这些政客，你今天讲的话，你明天为了权势还是为了什么东西，你又可以整个改口掉，而且你自己为了权贵，为了什么东西去背离自己的初心，还是对不起台湾的先烈先贤。更可恶的，你把我们子孙的未来到底要推向哪个地方去？陈水扁任内把台湾光复给废掉，他呢还是在国父遗像跟国旗面前宣誓。你身为一个国家领导，一直在跟对岸呛你要跟言民主自由，问题是你是一只手指着大陆，4只手指着自己。当然，美国背后非常重要的因素，你身为整个执政者，你的民族观念跟你整个国家观念是要比一般老百姓还要强，因为老百姓选你出来是要守卫这个国家的。所以对于台湾光复节来讲，很简单，当初李登辉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但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爱国精神的价值的话，真的你就是会消失在历史的洪流里面。可是至少中华民族是会继续延续下去啊。